这小子呢，结婚20天以后啊，他就把我闺女的头发一缕子一缕子给揪下来。那日子不多啊，他要用刀把我闺女的手4根手筋都给砍断了。你说我这当人了，我心里我都不心疼吗？人家他妈把他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向他妈交代啊？我对不起他妈，我也对不起这孩子，我绝对不同意他们复婚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3位嘉宾老师，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；著名的作家苏秦苏老师，欢迎苏老师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万峰万老师，欢迎3位的到来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1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。看看我跟我前夫怎么说呢？我们俩属于一见钟情，处了半年多，我们就定下来11结的婚。结婚才20多天，由于他的猜疑，我们发生了争执，最后大打出手，以至于打到我轻微脑震荡。从那以后呢，就是3天一大打，2天一小打。这么多年，我记得我们是结婚、离婚、复婚、再结婚、再离婚，就是说太多次了。最后一次离婚是我实在无法忍受，他砍断了我4根手筋，就是这个。我真是鼓了很大勇气才到这儿来的，面对摄像机。我现在想想过去干那件事儿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干的。应该说很多我们看人笑话都不是人事儿。这次他找我要求再复婚，我真的是很恐惧很害怕，我真的担心他会故伎重演，我真的不想再过那种恐怖的生活。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那所谓的。我真的害怕了，我害怕回到过去的那样生活当中来。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嘉宾朋友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文先生45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自由职业者；女主人公王女士38岁，来自辽宁，也是一位自由职业者。来，有请2位。主持人好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哈，确切的上一次的离婚是在什么时候？最后一次是04年。那从04年到现在，其实有7、8年左右的时间了哈，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单身状态吗？对，这7、8年间。对，因为他给我造成的阴影比较深。最开始那1、2年对异性有排斥。后来呢，慢慢时间长了，通过朋友的关心什么的，现在就是说可以敞开心扉，跟大家一起聊天，而且我觉得现在活得挺自主的。文大哥，怎么这个7、8年过去了，突然又想着复婚呢？也交过几个朋友，但是发现吧，也不是特别那什么。再有，他也没结婚呢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嘛，就是还是复婚比较好，对孩子什么的都比较好。所以说我跟他复婚。我一直搞不清楚，就是为什么老要打呢？为什么说打呢？你现在问我因为什么打，什么原因，我记不清楚，因为这么多年了。但是打出的结果就是一次比一次升级。最开始呢是打嘴巴子，然后最后呢拳脚，再最后呢就是抄东西，这个级别越来越高。最后一刀下去，彻底凉了。是真用刀砍？当然，这不是假的。我没用刀。我看那个手上还有疤哈，那是他自己弄的。您不知道，那次喝了好多酒，回家就耍。不是，我喝酒不是为了你吗？那朋友惯你，你说我不替你扛着，谁替你扛着？是你一个人重要，还是全家人的名字重要？你不喝，人家会惯你啊？废话，钉在那儿了。你做事做的不对，没有道理。情况是这个样子，我跟你说，那天呢，他非要请单位同事吃饭，我带着孩子跟他同事从饭店等了1个多小时。你说谁没有气儿啊？你请我吃饭，你冷我场呢。然后来了之后，跟着他要拼酒喝。他拼酒，你想他开车，他带着我和孩子，那我能放心吗？我就急眼了，我说你们不想喝酒吗？今天咱就喝个痛快的。
反正我当时也脾气也鲁点儿，一瓶那个就是那1斤多那个啤酒，我也是一口气全周了。然后回家了，进屋就骂你没喝过酒啊，800辈子没见过酒吧？这个后来谁动的刀啊？说实话哈，我喝多了，然后就是说心里压抑了这么多年，那天也是气头上，进屋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抄起菜刀我就去砍他，他就把房门一关，就砍在门上了啊。他这一推门之后，他把刀夺过来了，然后他这一挥刀，我这下意识的一藏，就这儿，你看。你喝多了，没有，那确实不是我砍的，是你自己砍的。没有，不可能，就是你砍的。你大家自己看这刀口啊，不会那么干的。这刀口是这样，就是对方拿着刀这样抹斜的，我自己砍应该是正砍，对不对啊？这怎么说呀？这我跟您说吧，这其实我确实有很多话张不开嘴啊。这他不好意思说我来说，他自己是这个情况。97年2月份经人介绍嘛，我就认识他了。当时他表现得非常好。我想差不多就结了吧，正好赶97年11我们就结婚了。第一次挨打是10月25日。这个日子我记一辈子。这是怎么的？就是我有一个远房的叔嘛，到北京来了，给我打电话想见我一面。打电话过程中，他进屋了，听了之后他说谁啊？哪个男的？我说我叔。他说的是吗？那咱看看去。我们俩颠就去了。去了之后一看啊，确实是我叔，唠了一些家常，就走了。出了门口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看你错了吧，你冤枉我了吧，你得给我赔礼道歉。”说，他就急了，上去就一嘴巴子，当时给我打傻了，我就愣着。我说你为啥打我呀？我跟你讲理呢。紧接着又一嘴巴子，正好过来一辆公交车，然后我就噌一下我就上去了，人家揪着头发，啪就从那3个秤的那公交车上给我拖下来了。拖下来之后，我俩就开始撕巴之后，一个冲劲儿我就没把握住嘛，一下就撞路边那马路牙子了，然后就轰过去。轰去之后了，就是3折腾2折腾的，就不怎么就到姨儿家了。而姨儿就晃的我说你咋的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说磕了一下。紧接着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到医院了，就开始打上点滴了。然后醒了之后，人就说的，哟，你可把他给累坏了，这背着你楼上楼下检查化验做 CT，然后医生说的那个轻微脑震荡，得你留院观察3天，打了3天点滴，完出来了之后，他和人都过去了，说，跟谁走啊？我当时心里真纠结，结婚还不到1个月呢，这顿暴打轻微脑震荡，我心里特郁闷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说人，我跟你回家吧，人说要不就劝他说回家缓2天我劝去，那你先回去吧。真的我就跟人回去了。我越想越想不开，你想啊，我爸活着时候一个手指头都舍不得碰我，这结婚了最近的人一顿打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会他跟一个男人通电话，你就会说是谁，一定要去验证呢？我认为哈，可能从外形条件来讲，他可能比我强一点，确实我多心。不是你多心多太过分了。我同事你知道吗？腿上长一粉瘤，做了手术。然后我们那个领导说，咱公司下午就别上班了，早点提前去看他。完回来之后就什么搭的，就那意思也不理我。后来寻思拿着衣服出去又玩牌去了。然后第2天早上起来了，起来之后我说的那个正好赶上周末嘛，他说去他妈家，我说那去吧。走半道突然间，你同事家住哪儿啊？我说住哪儿，那行咱过去看看去吧。完我知道他疑心，我说那咱去吧。骑自行车骑了1个多小时到人家了，简单的说了2句出来了。这因为这事儿回到家之后呢，就是他就跟我吵急眼了，就又开始动手。我后来为了逃一条路，你知道吗？我拿着胳膊别着那防盗门逃出去的。逃出去之后，我没穿外衣，光着脚跑下5楼的。小卖点大姐看着我太可怜了，给我找件外衣，给我找双鞋，然后说的你赶快找几个电话，打几个电话吧，谁能帮你？后来我就给他姐夫打的电话，给我姨打的电话，给他单位介绍人打的电话，一定要开件去，必须要离婚，这日真的没法过了，我天天是生命受危险。行了，行，你再说哈，我就不跟这儿站着了。您那个说的有点忒过了。对天发誓，我要夸张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是我长得你不用发誓，别发誓。那我就特想知道哈，打了。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今天为什么还站在这儿？我来的目的就是说，我想把自己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讲给大家。也许很多女人正从我那个时期走过来，觉着哈，我算是个例子。
就说当时很多人都劝说能将就将就吧，为了孩子。我说你知道吗？我俩天天打，孩子看着都闹心，你知道吗？事儿大体的脉络我听了啊，专家课老师还有一些意见，还有一些建议，你们可以听一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一对夫妻离婚7年了，然后在这现场还吵得这么热闹，我觉得说明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一个人还能把之前的那些点点滴滴记得住，他证明这个人在他心里还是有影子的。啊。然后第2件事儿，我说明这俩人脾气真的是不好，尤其这位女士，每当这个男士说话超过3句的时候，她立马就打断。一个男人啊，在不断的这种话语权被剥夺的时候，怨气是会不断的积累到心里的。我们当然说这个家庭暴力绝对是不对的，不论什么原因都不该打人，但是家庭暴力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今天之所以我每次打断他的话，是因为我把压制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痨打开了，明白吗？就说我跟他过这么多年，没有这么畅快的说过。你们2个都有缺陷，你就是什么呢？很泼辣，得理不饶人，就忽略的一点，夫妻之间哪儿能一天到晚讲道理啊？你们双方都有一个臭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不懂得宽容，不懂得包容。你们俩别再凑到一块儿了。其实我有的时候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的世界有的时候像万老师说的那么简单，那就好了，有那么容易做出选择就好了。这些年来的分分合合肯定有它一定的道理，对，肯定有它剪不断的缘分和割舍不掉的情怀。对，只是在这些年的分分合合过程当中，每次分每次合，没有一种更新的态度跟效率去解决过去的问题。我看你们俩想的一首诗，你有你的嘴，我有我的腿，你若还是不停嘴，我就把你往死里毁。其实家暴是什么呢？家暴是一方对另外一方长期的这种强权，周而复始的，这叫家暴。包括语言，包括暴力，甚至包括冷暴力，这都是。但我们刚才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，这女孩子是牙尖嘴利，气势强悍，男方呢无言以对，那就只好拳脚相加。你刚才说的一样，你说夫妻之间是一种战争，是吗？为什么说是战争？因为这就像刚结婚似的，谁要说话算了，就是这辈子说吧，另一方就永远会听这边了。也许你说的是对的，夫妻之间是一场战争，但这场战争不是夫妻之间的，而是夫妻共同面对命运的战争。战争的过程当中，敌我双方总是用自己的最强项去攻击对方的最弱项，但是在夫妻生活当中，是用我的最强项去保护对方，去支持弥补对方的弱项。你的强项是能说话，他的强项更多的是细腻，那么就由他来构思生活，由你来表演，由你来继续操作咯，用你的强项去补他的弱项咯。而为什么要用你的强项去刺激他的弱项呢？他不能说你就片面说，是吧？他能打你不能打的，就片面打你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怀疑男方其实是爱着女方的，要不然这些年来他不可能说分分合合一直在心里面有着你这一块。虽然全都是落在你身上，但是他内心也是痛苦的。只是这种人不记事儿，他每被你激怒的时候，他总是要扬起自己的巴掌。婚姻是不是真的要道理，还是有情感就可以？我觉得挺复杂的，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都在学习嘛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旁观者清，听一听亲人们的意见，一起旁观者清。今天来的是介绍一下给我们王女士。坐在第2位的是我的北京的那个远房的姨。我觉得他这婚呢，不复为好。这小子呢，结婚20天以后啊，他就把我闺女的头发一缕子一缕子给揪下来啊！我一看着我闺女这样，我跟你讲，我心里头我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孩子跟我回来以后，他要到我们家百般的纠缠，非让我们这孩子跟他回去。当时呢，这个闺女考虑到呢，她已经影响我们家的正常生活了，这样孩子呢就跟他回去了。回去没想到呢，日子不多啊，他要用刀把我闺女的手4根手筋都给砍断了。你说我这当人了，我心里我都不心疼吗？人家他妈把他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向他妈交代啊？我对不起他妈，我也对不起这孩子，我绝对不同意他们复婚，我就不同意他们复婚。
不说两句了，大哥，不跟姨儿说两句，表个决心什么的。这我没办法说老人家，你说打没打？打了，啊，打了。哎，揪头发那事儿有没有？有。哎，说这块胳膊受伤了，有没有？有。说是不是我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。就说我告诉你啊，两口子闹矛盾啊，是正常现象，你都不能下那么狠手去打他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打到那儿，你媳妇儿你怎么打？我现在我这心脏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有人挺激动的哈，平静一下。说如果总结这段婚姻的话哈，7年过去了嘛，你觉得这个婚姻最大的失败败在哪儿了？性格不合吗？还是别的因素呢？第二个问题，其实大哥，我特别想知道一件事情哈，在心理上您觉得家庭暴力对吗？家庭暴力肯定是不对的。您那种算家庭暴力？这是一种相互的暴力。我打他哈，我还留着点手；他抓我，他打我，他是毫无保留的。这并不是说一种一边倒的或者怎么样。你想那样可能？女儿对你们这件事儿怎么看？现在小时候那会儿，他有时候去看看回来，跟我闹着哭嘛。现在也好一些了呢。我女儿很优秀。行吧，你们自己想一想。一个前提，家庭暴力一定是不对的。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反对家暴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大家去考量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。也许不是为你们自己的这段婚姻吧，或许你们还有新的开始。这个可能对新的开始会更加的重要。想好了就向对方去表达，一起进入黄金6秒。其实我上这儿来很纠结，实际上我就想当着很多人的面，我来跟他说对不起，这样能是更加表达我对他的一种歉意吧。过去那事儿吧，实际上真的是很难说，就是我总的来讲，我现在我认为啊，就是那会儿的就很多不愉快，或者说你对我的愤恨，都是由于我的不对造成的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们再试试，看这孩子面上不成也没关系嘛，大不了再那啥。我承认我们俩曾经深爱过，而且对于婚姻这7年来说，我付出了全部的精力，我精心的去呵护这个家庭，但是我没能，就是说我没有本事能把这个人改变，这是我失职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勇于走出这个，就是说离开这个家庭，也是为了考虑到女儿不想在那种暴力家庭环境下生长，所以我选择了离婚。我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女儿，在我的脑海里，女儿从5岁到就是今年吧，在我脑子里是一段空白。我对不起我女儿，也对不起我妈，更对不起我姨儿。所以说，这是我对不起他们的。其实我也反思了，这些年之所以婚姻不幸，也是因为自己就是太要强了，确实做的有点过。好了，时间到了哈，两位其实各自做了一个表达，是不是还给这个机会？您去考虑一下。两位来，请回。啊，没事，别问啊。来，请关门。这个中国人讲很多事儿哈，比如说大喜的日子突然一东西碎了，大家会说这个岁岁平安，要讨个好口彩。换而言之呢，这东西碎了说，哎呦太不吉利了，连玻璃都碎了。我看到了大哥在把那个玻璃踩碎之后，那一转身那个瞬间的那种不安，哎呀，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兆头？听完全场之后，你又在想，在这个家暴的背后，尤其我觉得等于纠缠了14年嘛，两个人还能一路纠缠下来，这个背后是不是还真的有一些小机缘呢？道理是一些什么呢？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这对夫妻会彼此再给对方一个机会，去尝试一下重新开始吗？
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86.44%的现场观众觉得这位大姐不会再给大哥机会了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大哥。啊。你给我快来看。是不好意思呢，还是难受啊？他不在就算了。啊？不在就算了吧。不在就算了。还有话留给他吗？这你也得从这儿离场啊，还是希望我们给您转出去？玻璃不用我赔就行了。有什么话跟他说吗？我努力了，希望大家过得更好。谢谢啊，请回。我努力了。